这里的大青蟹让你抓到手软，单单一个蟹笼就能抓到10只8只，资源丰富是有原因的。1斤多的螃蟹都不会放在眼里，直接把它放回到水中。对于体型庞大的青蟹就没那么幸运了，直接被细小的绳子给绑了。拿好蟹笼就朝着红树林里赶。生活在红树林里的大青蟹便是库里拉捕捉的对象。这里的树木枝繁叶茂也间接证明这里的资源不同凡响。来到特定的海域，停下船只，从箱子里拿出一条10几斤的鱼饵，直接把它放进笼子里面当成青蟹的诱饵。这样的成本确实有点大。投入大青蟹经常出没的红树林旁边水域中，笼子的末端绑上一个浮漂，这样能让库里拉快速寻找到笼子所在的位置。开船行驶一段距离后，继续投下第2个蟹笼。为了捕捉更多的螃蟹，只有增加投放蟹笼的数量。在家里放了几天的鱼肉也开始腐烂了，腐肉对于螃蟹来说是最好的美味佳肴。库里拉围绕着红树林不断的投放蟹笼，投放蟹笼也是非常讲究。离岸4米左右的位置是大青蟹出没的地方，这里的风景非常的漂亮，海天一色加上碧绿的树木，能让人瞬间忘记生活中的烦恼。每个笼子放上的鱼肉足以让进去的大青蟹大饱口福。可以看出库里拉是一位非常讲武德的捕蟹人。从太阳的位置可以判断，此时是下午接近傍晚的时间，也是投放蟹笼最好的时间段。一旦到晚上，洞穴里面的大青蟹都会出来觅食。此时放好蟹笼的库里拉也开始开着船只沿着红树林岸边回岸，可以清晰看到，每行驶一段距离后都能看到蟹笼上方的浮漂。开船来到退潮的岸边，将锚链放下，就开始登岛捕捉浪花蟹。本以为他开船回家，谁想到库里拉还有自己的副业，用水管将沙滩里的沙子抽出，里面的沙土和浪花蟹会一同被抽出。一旦浪花蟹足够自己吃食，库里拉便停止捕捉。今天的伙食有着落后，库里拉便开船回岸。在地广人稀的澳大利亚，不仅资源丰富，风景也不错。本以为库里拉会把这些浪花蟹煮来吃，想不到竟然只是用来钓鱼的诱饵。有了浪花蟹肉的加持，很快一条鲷鱼到手了。钓到的鲷鱼直接放到编织袋里，接着将浪花蟹勾在鱼钩上，疼痛让浪花蟹张牙舞爪。这只浪花蟹竟然还自带虾黄，甩出去的鱼钩很快就中鱼，鱼竿直接被拉成弧形，也间接证明了这条鱼的体型不小。一道白色的影子被库里拉从水里拖出水面，在水中的鱼儿挣扎力度非常大，最终还是被库里拉拖出水面。原来是一条逆钩身，体型也不错，应该有4、5斤左右。将鱼靠近查看，能看清鱼的体型和轮廓。有了食物后，还以为他回家，而库里拉还在船上继续开钓。这里的资源确实没让他失望。上钩的鱼拖着鱼绳滋滋作响，被拖出水面的鱼儿轮廓非常怪异。拖上岸后才发现是一条正鳄牛尾鱼，这鱼也叫鳄蛹，喜欢窝在沙中隐藏起来觅食，但还是被库里拉诱惑上钩，还用尺子量了一下，体长足足有55厘米。2个小时后，库里拉重新开船回到放置蟹笼的岸边，也是时候开始检查蟹笼是否有螃蟹。只要找到浮漂，就能快速锁定笼子所在的位置。将浮漂收上来后，就沿着绳索将笼子提起。提起笼子时，就已经看到螃蟹的影子。2个小时不到，竟然就有5、6只螃蟹进去笼子里。解开笼子的出口，将螃蟹全部倒出来，竟然在里面找到了一条黄金斑点的鳕鱼，但却被库里拉直接放回到海里。倒出来的大青蟹非常凶猛，体型看起来1斤多，但被库里拉用尺子量了一下后，就直接放回到海里。笼子里面其他螃蟹被库里拉瞄了一眼后，便将它们全部放生。毕竟不合规格的螃蟹他们都不能抓，也间接证明了这里的资源丰富是有原因的。库里拉只好开船寻找下一个蟹笼。在澳大利亚，一旦被政府人员发现捕捉到的螃蟹不合规格，就面临罚款，严重的有可能吃牢饭。收上来的笼子爬满了螃蟹。库里拉是一位非常讲武德的赶海人，每一只看似合格的螃蟹都要进行测量，一旦体型合格的螃蟹都被库里拉踩在脚下给绑了，而且用到的绳子也是非常的细，以致他们这里的螃蟹1斤基本上有500克。凡是用肉眼观测合格的螃蟹，都要从笼子里面拖出来进行测量。库里拉捕捉螃蟹的手法也是非常娴熟，瞬间能将螃蟹的后脚抓住，目测的体型基本上都超过测量仪。一旦被库里拉施展绑扎手艺，螃蟹就会被绑得动弹不得。这个笼子进去的螃蟹很多都合乎规格，每一只都有1斤往上，但每一只都要进行测量。只要人人自觉起来，资源自然都不会差。而且每一只捕捉到的螃蟹都是雄性的，雌性的都会把它一一放生。这个笼子竟然收获到了4只合格的大青蟹。开船继续收回下一个笼子，一旦寻找到浮漂，就可以沿着绳索收回。从库里拉收回笼子的力道就知道笼子里面必定有很多螃蟹。狭窄的笼子竟然爬满了螃蟹，放置2个小时的蟹笼竟然能收获到这么多。这里的资源确实不同凡响，一旦确定符合体型和性别，就立马把它绑了。绑扎好的螃蟹被排列放好，
凡是不合格的螃蟹都会一一把它放回到水中。第4个笼子收回来时，被库里拉瞄了一眼后，就直接把所有的螃蟹放生。收回来的第5个笼子里面的螃蟹也并不合格，还是把它们一一放生。最终只有5只螃蟹被库里拉收入囊中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。世界因为有你才会变得更精彩。